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看法，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必荣老师，大家好啊。另外，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继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伊朗呢，已经进到了第3个礼拜了。3个礼拜马上过去，即将要进入第4周啊。到现在什么时候会收尾？目前的关键点在于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在谁的手上？伊朗宣布封锁荷姆兹海峡之后呢，现在冲击到了全球的能源市场啊，包括经济也受影响。而现在呢，又传出了也门的胡塞组织要进一步，他们要跟进。他们说呢，要加码跟进，因为根据俄新社的报道，胡塞政治局成员布海提表示呢，为了要支持伊朗，他们也准备跟进封锁另外一个海峡，叫曼德海峡。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地图哈。好，那这边有个图板，让大家快速来了解相关的地理位置。我们看到的就是呢，现在在讲的是这个关键，大家这几天一直在讨论的荷姆兹海峡在这边，而我们目前讲的这个曼德海峡呢，就是在荷姆兹海峡的东南方左右，这是阿拉伯的整个半岛。这个曼德海峡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是红海通往阿拉伯海，那在过去呢，就是我们所在的亚洲了。所以现在也门的胡塞组织说，他们呢在荷姆兹海峡之后，现在也要进一步的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呢，它是连接了欧亚非这3大洲的水上走廊，占着世界这个海上石油贸易量啊，总共看了一下数字是6%。2025年上半年，每天大约有420万桶的石油是通过这个曼德海峡。那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在沙烏地阿拉伯这边呢，一直是透过输油管，把几百万桶的石油从波斯湾输送到红海，然后改由在红海的盐布港来装载原油。当然，我们也知道最近盐布港呢受到了攻击啊，一度宣布是暂停装油，后来又恢复。好，那如果胡塞组织现在又宣布，要来封锁这个曼德海峡。不过，因为曼德海峡它跟荷姆兹海峡，虽然说我看了一下资料，它最短的这个距离哈，就是海峡大概就是32.2公里，但是封锁真的这么容易吗？先请嘉靖哥。我想啊，首先我必须要澄清一下，其实这个胡塞啊这个组织啊，现在来凑这个热闹。我实际上是就是说班门弄斧啊，在骆老师面前，这个有点趁乱入室啊，趁火打劫的味道。但是问题是，蹭一波是吧？对啊，但是问题是蹭这个事情，事实上是搞错了。您看一下你那个地图哦，来，那个盐部啊，是距离曼德海峡要往上北，大概已经有2/3的地方，那个位置是盐部，大概距离它1100公里到1200公里之间，那个是横跨整个沙烏地的这个中间出来，所以对，大概就是您刚才落笔那一点，这个地方没有上面在对，那个是盐部，所以呢，那个是整个这样跨过它的腰部，那边的油都是经过苏伊士运河往北走，所以呢，这边风啊是根本没有。以往是因为绕经啊这边啊波斯湾出来，然后绕经阿曼、也门，然后这样你在这个风才有用。那另外一个替代的输油管是从UAE， 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直到阿曼的，就是靠近对，靠近阿拉伯湾这边啊，是吧？这边。那个边呢是往亚洲，所以你这个曼德基本上来讲，在这段时间啊，这个大游轮呢走的反而不多，但是呢宣布是有心理的震撼。那比较这2个这个海域，你可以看得到，曼德海峡啊是有替代航道，最多绕远一点嘛，绕非洲，也绕也就绕过去。但是目前呢，基本上它是用替代的油管跟气管，然后到那边到烟部那边接了，然后往这个输往欧洲，对，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根本是没有办法真正达到他封锁的目的。那就这2个海峡而言，这个荷姆斯海峡是这个阿曼跟这个伊朗两边来，但是呢，在曼德海峡是这个厄立垂亚还有这个
吉布地还有也门这3方。那基本上来讲的话，也门这个地方是有比较足够做的这个军力，对，然后这个胡塞，然后在这边形成干扰。但是呢，紧邻的那边啊，这个吉布地啊，是各国都在那边，对，都在那边租借这个就是租借军事基地。那事实上，上次呢，就是说很多人把它判定说他这个做的封锁并不是那么成功。我觉得我们要纠正那个观念。这个所谓成不成功，不是说把它封得死死的就叫成功，滴水不漏那种感觉。对，不是，你只要能够改变了它整个航运的生态。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无论这个物资的供应链或者制造业的供应链，以及资本链呢，就是说资本市场啊，那个波动的它这个整个资金链，你假如说整个产生了会有一个链波效应，所以那个这个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你不能讲说它没有完全成功，只要造成心理上的影响都算是。到今天为止这个航运界现在那个就是保险费还没有降下来，而且航运整个之中到现在那个就是这个丹麦的这个 Maersk Line 还这个航线都还没有恢复。马士基对，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你不能说是因为还是有这个穿越漏网之鱼你就认为它不成功，就跟很多人现在就在讲说这次伊朗封锁荷姆斯海峡还是有这个冒险穿越还是有这个偷溜过去了。当然这个百密自有一疏，但是整个航运界的生态以及这个整个航运市场、资本市场，那都受到很大的干扰。所以胡塞组织我们讲蹭这一波，它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这个当然存在感，表示支持，不存在感是重要的。OK， 因为你存在感就代表了发言权，就代表了政治的影响力。否则在这个时间为什么要趁乱入室去捞一把蹭一下，对不对？这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心想的预期。但是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只要任何军事的行动造成整个世界就是这种联动的效应，它基本上就是成功的，没错，而不是说你一定要说100%的如何，那绝对不是这样的。只要市场受到了这个心理的一些影响，产生了波动，甚至是这个波动可能是延续的，而且是短期波动，也许还好，但如果是造成未来就是大家不确定的这个预期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当然，这个除了封锁荷姆斯海峡之外呢，根据彭博的报道说，伊朗对卡达的攻击也导致了世界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这个地方叫做拉斯拉凡工业城，在4号跟6号的这个生产线都受到严重的损坏。这2条生产线呢，合计年产的量是达到1280万吨占卡达年度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的17%，而维修工作呢将需要长达5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那么卡达能源公司呢，预计将会损失大约200亿美元的收入。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呢也再度警告，他们要对全球各地他说在观光景点要发动攻击。他就举例像公园休闲区观光胜地只要是伊朗的敌人，就将不再安全。而面对现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压力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表示，目前以色列会遵照这个川普的要求不再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所以现在看到美以双方打击的力道，他们虽然说现在打得顺风顺水的，伊朗也没有还击的能力但是战略上包括力道上的考量，还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以能源供应的不影响能源供应为主那这会不会是继续打下去美以的软肋呢？老师？对，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中东战争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你就看卡达啦，或者像什么公园、休闲区、观光胜地，我们看的基本上是战争会不会扩大那么或者我们讲外溢。那我们想说战争扩大呢，其实有2个概念，一个是水平的，一个是垂直的垂直的扩大呢，那就是武力攻击的这种程度你越打，比如原来小的什么燃烧弹后来变成火箭啦、飞弹啦，这种是垂直的这个扩大。横的扩大呢，就是看地区地区你是从这个中东呢，或者扩大到世界别的地方互相扩大。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当然你美国、以色列打伊朗，或伊朗就算扩大到波斯湾，这是一个扩大，对不对？然后事实上，现在西线的战场已经开了，比如说以色列他打黎巴嫩以色列打黎巴嫩，所以黎巴嫩呢，所以事实上叙利亚也怕说会不会外溢到叙利亚那叙利亚也担心，那么所以叙利亚也跟这个伊拉克的政府也讲你小心你内部的那些亲伊朗的民兵，你不要打到我是叙利亚这边来，或者黎巴嫩的这边外溢到叙利亚，这是西部的战线。
南部的战线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胡塞啊，胡塞或者到底它也许不管是曼德海峡，它是红海给你造成一个困扰，你的这个 cargo 货运过不去，那已经造成很大的问题了啊。所以你看它有东线、它有西线、它南线。那现在又讲说，那我跟你扩大到世界各地的公园、休闲、观光胜地，那就扩大，到处遍地开但是花。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是啊。那所以伊朗它其实也在很仔细的在估算，那你都做到一个什么地步？你说我们常讲说，如果说今天扩大，有没有一个点，你做到什么红线或什么东西引爆以后，美国地面部队就来了啊？美国这边有一些中东问题分析专家呢，因为传统上我们都认为，美国如果地面部队进到伊朗，你会陷到泥淖之中。但是另外一批中东问题专家说不是，他说伊朗事实上你地面部队进来，对伊朗来讲那是个梦魇，你知道，因为他这个地面的部队很多其实很糟糕，没有办法阻挡美国的入侵啊。不管你怎么说，但是美国会不会派地面部队进来，要看你这个扩大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不管是垂直的或水平的，大家都在算哪一个点我可以容忍到什么地步，或哪一个点忽然引爆的后果不可收拾。对啊，所以我说的话是吓你，或者我要造成全世界造成震撼。那么最好攻击一些人，让别的国家给美国一些压力，给以色列一些压力啊。美国国内也讲说不要再打了吧，这可以停了吧？首先造成心理上的恐惧。对，然后就是你可以川普会觉得很大压力嘛。你这一打下来，会不会陷到泥淖之中？然后他的 MAGA 的这个阵营已经开始逐渐分裂了啊。那川普在想，那这样再打下去，我期中选举还要不要选？所以它造成的整个影响，先看打不重要，重要是我先讲完以后再看下一步。啊，所以变成我们分析这个美以伊的战争呢，必须随时根据不同的情况，随时调整它各种的可能性。对，所以其实看到荷姆兹海峡现在其实这个心理效应已经产生了，就是虽然说我们讲这个这么宽，然后你真的要完全的封锁，像刚刚靖哥讲到是不可能封到这个滴水不漏，但起码在这边的商船已经卡在那边很久了，然后呢，你说敢动吗？动的话，几艘被打击到了，那保险公司也觉得太不划算了，这个船运公司也觉得太危险了，好，所以风险就来了。所以经济上的效应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影响了哈。伊朗的这个持续攻击对于这个经济的影响，全球经济不只是美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受到影响。像是美国这边呢，我们看到美股主要的指数在3月20号开盘走低啊，这个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36.64点，纳斯达克呢下跌123.47点，标普500是下跌17.22点。中方这边呢，路透社也分析说，伊朗的冲突抑制了全球的消费力道，因为通膨可能会造成涨价、消费缩手，所以呢，造成中国大陆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冲击。那这又会进一步呢加剧中国大陆呢国内需求的疲软，而且很多企业啊，这个无利可图，就会减少投资，影响工资的发放，所以消费增速也会进一步的放缓。也有经济预测模型就指出，油价上涨25%将会使得中国大陆的 GDP 增长呢下降0.5个百分点。所以，如果我们从经济冲击的这个角度来评估的话，陆老师觉得现在预警，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刘老师也特别提到，那个点一直在调整啊，那个临界点到底要抓在哪个时间点以前？这也是川普现在必须要在做决策之前好好的盘算的。的确，这个点是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但是中国跟美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它受到，因为伊朗90%以上的油是出口到中国，所以中国在油方面它的压力就相对比较高。虽然中国在今年它已经进口的比去年同期又增长了大概15%，所以它已经也大量在储备它的油，目前是有库存，但是还是会影响，因为它的成本还是会提升。尤其中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一个国家，这跟美国以进口为导向的国家两个是不一样。是，所以在中国来讲，它的成本势必提高，那对它目前经济疲软的现象是有相当的冲击。那美国呢？我们从3月18号鲍尔在 Fed 主持的那个记者会看得出来，他对美国冲击影响大不大？那鲍尔说，因为战争情况不明，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通膨，所以我们目前也不降息。但是升息我可能会视为一个选项，立场很鹰派。他最主要论点，而且记者一直问他，那到底会不会影响？他说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说了7次 I don't know。所以美国也在观察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因为目前美国的失业率是4.4%，还在他能接受范围。那它 GDP 第4季是1.4% 的成长，
然后通膨呢是2.4，都是目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如果这个战争持续进行的话，那就情况不一样，因为我们说这个短期的通膨现象好像目前开始只有在油价反映出来，在其他的还没有扩张到其他领域。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风险的资产目前并没有增速，像黄金最近在跌啊，这个咖啡在跌，可可在跌啊，瘦肉、猪肉也在跌，这些在跌的现象正好抵消了可能产生的通膨的这个压力。所以目前美国也是在观察，到底这个战争持续下去会不会对美国的通膨会比较大影响。所以这个点就是双方都在观察，但是对实体经济来讲，中国应该是受伤比美国重一点，因为美国它是产油国家，它是目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而中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油国，所以在这里一相比，所以美国的这个它的负面效应会可能被它赚钱的抵消掉了。是，那您评估啊，就是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分析看法是认为说，4月底以前这个事情必须要结束，就是再1个月啊。但是已经眼看就马上到3月底了。我觉得这个时间就完全取决于川普的这个决定，而川普他的决定受制于2个原因，一个就是他能不能掌控荷姆兹海峡，啊，这是他我相信他第二，他能不能想要把他这个伊朗的核设施能够很精准的找到，对，如果他能够成功的占领，让荷姆兹海峡通航的话，那这个战争应该就结束了。OK， 所以现在呢，还有一个观察重点，等一下回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呢，美国现在有在打算在战略上是不是要来攻占哈，就是占领这个对于伊朗来讲石油出口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就是哈尔克岛。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